你想象一下哦，就是我们今天砸了整整230亿台币，然后请来世界最顶尖的建筑大师，盖了一座可以抵抗7级强震、跨距还是世界纪录的那种绝美大桥。听起来是很了不起的世纪工程了。对，结果呢，就在通车的第一天，你满怀期待的骑着机车上去，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一条宽度只剩下1.5公尺的水泥壕沟里面。哇，1.5公尺，那根本没有闪避空间啊！真的没有，旁边大卡车站呼啸而过，狂风就在那个封闭的水泥墙之间来回激荡，还发出那种像鬼哭神号一样的低频噪音。然后最扯的是，还有更扯的，对，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你如果停下车，你竟然可以徒手，我是说徒手哦，把旁边挡风墙的固定螺帽直接给转下来。哇，这听起来很像什么灾难喜剧电影里的桥段耶。对吧？但这不是电影，这是2026年5月12日新北淡江大桥通车首日，几万个用路人真实经历的恐怖状况。其实从工程技术的巅峰，一夕之间变成这种公关还有公安的双重灾难，这中间的落差真的非常惊人。没错，所以今天这份深度解析，我们就要来带你看看这座号称世界最大跨距单塔不对称斜张桥的华丽外衣底下，到底藏了什么问题？我们这次爬梳了非常多两极的资料哦，一边是公路局跟工程团队他们很引为傲的技术突破，那另一边呢就是路权团体的抗议。交通网红的实地检测，还有当地居民那种快崩溃的投诉，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帮你拆解，为什么一个硬体技术达到这种航太等级的世纪工程，却在最基本的使用者体验上全面大翻车？这中间到底哪里出了错？对，其实要理解这场大翻车的震撼力，我们必须先把时间拉回到设计图纸的阶段，因为淡江大桥它一开始绝对不是被当作笑话来看的。毕竟花了230亿嘛。没错，这项工程它其实千千绊绊了快30年，中间历经了7次流标，最后才有那位已故的普利兹克建筑奖主的，也就是被称为建筑女王的扎哈·哈蒂团队拿下。扎哈·哈蒂我知道，他的设计风格就是那种很大胆的流线型嘛。对，非常有未来感。资料里提到，这座桥的外观灵感是来自云门舞者，而且它刻意被设计成单塔不对称斜张桥。等等等等，这个我其实看资料的时候就不太懂。一般的桥梁不都是讲究那种对称平衡吗？为什么要刻意做成不对称？这样在力学上不是在找自己麻烦吗？你说对了，从结构力学的角度来看，这绝对是自找麻烦。因为对称的桥梁，它两侧的拉力是可以自然抵消的嘛。很合理的物理现象。但不对称的设计就代表说，单一的桥塔必须去承受那种极度不平衡的拉扯力道。那他们为什么要坚持这么做？其实是为了一个非常感性的理由。感性的理由，盖桥不是科学吗？为了不遮蔽名列台湾8景之一的淡水夕照。哈？为了看夕阳？对，如果做成传统的双塔或是对称结构，上面那些密集的钢缆就会像网子一样，把夕阳的景色整个切得碎碎的。所以为了把看夕阳的视野极大化，工程团队就挑战了主跨距高达450公尺的这个世界最长纪录。哇哦！所以说，为了一个看夕阳的视觉考量，工程师必须去克服这种世界级的力学难题。难怪这个预算会一路狂，这听起来就像我们买了一台顶配的1000万超跑哎。其实这就是这座桥最不可思议的地方了。为了支撑这种极端的设计，主桥甚至放弃了传统的螺栓拼接，改成用全焊接的技术。全焊接，这跟用螺丝锁起来有什么关键的差异啊？最大的差异在于重量跟应力分布。全焊接可以让桥体结构的重量大概减轻个10%左右。10%听起来还好。哦不，在跨距450公尺这种完全悬空的状态下，这10%的减重可是攸关生死的致命关键。而且你想哦，台湾是在地震带嘛。
对啊，随便摇一下都很可怕。所以工程团队在桥体里面塞满了很高克级的避震设备，像是那个7支 HFR 液压阻尼器，还有 FVD 阻尼器。这些英文缩写听起来是很厉害啦，但它具体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大地震来的时候，桥不会因为它本来就不对称，然后就被扯断吗？你可以把这些阻尼器想象成是装在越野脚踏车上的那种巨型避震器，只是它里面装的是很高粘滞性的流体。当地壳释放7级强震能量的时候，它会怎样？这些能量不会硬生生的去扯断钢缆，而是会去挤压阻尼器里面的液体。液体在很窄的孔洞里面流动摩擦，就会把地震的动能转换成热能消散掉。哦，原来如此，就是用液体的阻力去化解掉地震的破坏力。没错，这也就是为什么官方敢挂保证说它能做到小震不坏，中震几乎不坏，大震可修。好，所以如果我们只看硬体数据，这简直就是一台配备了航太级引擎，还有顶级防撞系统的千万超跑嘛。但这就让我更好奇了，好奇什么？既然技术这么顶尖，为什么在规划初期，我看资料说环保团体跟水利专家是强烈反对的？他们那时候是看到了什么我们没看到的隐忧？其实这就是科举的极限呐。科技可以解决力学问题，但解决不了自然生态的连锁反应。那时候环保团体最早警告的是北堤湿地被破坏的问题。湿地，桥盖在湿地上哦。对啊，大桥的桥墩必须落脚在湿地上，这在法规上本来是绝对过不了的。结果当时内政部的解方其实非常粗暴，他们怎么做？他们在2015年直接缩小了湿地的法定公告范围。哇，这等于是说，因为球头不进好球带，所以主审就自己把好球带往外画大一点，让这个桥墩可以合法落脚。这太扯了吧？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啊！这就导致了一部分生态很丰富的泥滩直接被土方给掩埋了。而且不止这样哦，水利署那边更担忧的是所谓的凸堤效应。什么是凸堤效应啊？你想象一下，当你把手插进一条流动的小溪里面，水流碰到阻碍，泥沙是不是就会在你的手后面不断淤积？哦，对，水流比也慢了，泥沙就会沉下来。没错，淡江大桥那么巨大的桥墩，加上台北港本来就有的结构，直接改变了整个淡水河口的排沙机制。这个不是几只鸟搬家的问题而已了。那是什么问题？如果河口的泥沙排不出去，一旦遇到台风豪雨，上游整个大台北地区的防洪系统就会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淹水的风险会大幅增加。天哪！所以从一开始，这项工程就在硬体建设跟环境容受度之间产生了这么巨大的摩擦。而且我还看到一份超夸张的数据。你说那个民调对不对？对，当时2013年那个环差会议的民意调查，竟然只回收了1012份问卷，这只有占应调查人数的0.11%耶。其实这就是这一份资料里透露出的一个很系统性的警讯。当一个影响大台北几百万人的世纪工程，用0.11%的民调来当作具备民意基础的背书，这根本是敷衍吧？对，甚至还在特定的政治期待下有条件通过。这其实就预示了一种心态，只要在账面数字上合法过关就好，至于现实中到底好不好用、安不安全，那个再说。这真的完美解释了我们接下来要谈的通车首日的那种荒谬乱象。那我们就把时间快转到2026年5月12日这一天。终于通车了。对，带着全台湾对世纪工程的期待，这台造价230亿的超跑终于上路了。结果嘞？结果就是一场交通动态管理的超级灾难。通车才短短几个小时哦，单一尖峰小时的车流就直接突破了1700辆，塞爆了。不止塞爆，因为沿线的匝坝标示很不清楚，动线引导一团乱。第一天，警方就在桥上狂开了15到17张罚单，大部分都是大货车走错匝道误闯的。这种混乱程度不出车祸才怪吧？你说对了，更讽刺的是，通车不到9个小时，桥上就发生了第一起追撞车祸，是重机去追撞小客车。哇，
但其实说真的，这些大车走错路啦、塞车啦，加起来都比不过那个引爆全网怒火的机车专用道争议。那个真的是首日最大的冲突点。我看新闻说，有一个24岁的年轻骑士，为了抗议那个机车道设计太危险，通车当天硬是骑进汽车快车道，结果直接被大批警力围捕，还要面临最高6万多块的罚款呢。是的，这件事闹得非常大。然后官方就一直对外强调说，没有啊，机车道的横断面有2.5公尺宽，绝对符合公路路线设计规范。官方手里拿着尺说一切合法，但骑士却骂那是一条杀人狗道。这中间的落差到底在哪里啊？其实这个落差就在于结构宽度跟行驶宽度的文字游戏。文字游戏，官方说的那个2.5公尺是包含了两侧水泥护栏的基座，还有路边标线外面的防撞预留空间。哦，这是包含了你根本不可能骑上去的地方。没错，后来民间路权团体真的去实测，发现扣掉这些实体障碍之后，骑士真正在两条白线之间能使用的有效宽度只剩下1.5到1.6公尺。1.5公尺，这听起来就像是建商卖你30平的房子，结果扣掉公设跟阳台，你真正能住的室内平数只有15平一样嘛？这个比喻超写实的啊！而且你要想，房子小顶多就是挤一点，但在桥上这可是攸关性命的。对啊，你想想看哦，你不是静止在那边呢，你是以时速50-60公里骑在一个两侧都是那种高耸水泥墙的封闭壕沟里，这就像在狭窄的走廊里飞一架无人机一样。压力非常大。而且当旁边的汽车道如果有大货车高速开过去的时候，那个风压会打在水泥墙上，再反弹回来，形成一种真空吸引的效应。没错，这在流体力学上叫做峡谷效应。骑士会在里面被风扯来扯去，重心很不稳。对，这时候你需要的已经不是机车车身大小那种物理空间了，你需要的是空气动力学上的呼吸空间啊。但官僚系统在审查的时候，他们不会管你呼不呼湿，电脑软体只会检核总宽度有没有大于等于2.5公尺，参数显示绿灯，审查就直接通过了。真是太僵化了。为了让旁边的汽车道维持宽敞，决策者其实是把这种空间被压缩的恐惧感跟危险性完全外部化，转嫁给了桥上防护力最弱的机车主。这真的很可怕。如果前面的机车因为风切突然晃了一下，或是刹车，后面的车根本连0.1公分的闪避空间都没有，只能像骨牌一样全部撞上去。这是非常现实的安全隐忧。而且我那时候看到一个讨论，我不懂啊，如果里面真的发生了连环追撞，救护车要怎么开进去这条只有1.5公尺宽的壕沟里救人？当然很简单，就是进不去。哈，进不去，那受伤的人怎么办？在这种封闭式的护栏设计下，拖吊车跟救护车是完全无法开进机车专用道的。一旦发生严重事故，救护人员必须把车停在快车道，然后冒着被后方车辆追撞的危险，跨越将近1个人高的实体护栏。我的天哪！然后再把受伤的骑士从那个壕沟里面吊挂出来。这在紧急灾难救援的评估里面，真的是一个让人难以想象的盲区。我们退1万步想好了，如果空间分配的问题是出在法规太过老旧、太过僵化，那施工品质总不会骗人了吧？20-30亿的预算呢，就算设计再怎么局促，硬体的组装应该也是世界级的吧？关于这点，这座桥却在一颗螺帽上彻底粉碎了民众的信任。对，这就是我刚刚开头提到的那个。这真的是通车首日最具戏剧性的一个画面了。那时候交通网红火花罗他就在现场开直播实测嘛。他本来只是想去开箱，对不对？对，他本来只是想检查一下附属设施的收编做得怎么样，结果在几千名观众看直播的注视下，他竟然伸出手，完全没有用任何扳手或工具哦，就徒手。直接把挡风墙跟隔音墙的固定螺帽给转了下来，徒手转下20-30亿大桥的螺帽，这真的是在开国际玩笑。影片曝光之后，马上引发了巨大的舆论海啸，
而且实地勘察还发现，不只是螺帽没锁紧，还有破坏性的扩孔硬装，多层垫片重叠，连警弯灯的线路都外露，收边非常粗糙。等等，你刚刚说扩孔硬装，扩孔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说它具备破坏性？在金属结构工程里面理论上所有的螺丝孔径都应该在工厂里用精密机床先打好，然后运到现场直接对接锁上。嗯哼，就像组装 IKEA 家具那样嘛，孔都对得刚刚好。对，但如果到了现场，发现孔位竟然对不上了。有些厂商为图方便、便宜行事的做法，就是直接拿电钻在现场把那个孔洞给洗大，让螺丝可以穿过去。这个动作就叫扩孔。所以就是硬塞进去，这也太随便了吧？这非常危险哦。第一，扩孔会破坏原本工程师计算好的应力分布，造成应力集中的现象。那个金属很容易从被挖破的边缘开始产生微小的裂痕。听起来金属的强度就变弱了。没错。第二个更致命的点是，你在现场这样硬钻，破坏了钢材表面的防锈镀层。淡水河口那是高盐分、高湿度的环境，海风一直吹。对，那个孔洞很快就会从内部开始生锈，最后整块锈穿。哇，这品质真的让人狂捏冷汗呢。但我看官方后来出来灭火的说法，好像讲得理直气壮的哦。公路局的主管是澄清说，大桥的主体工程早就确认安全无虞了。对，官方的标准说辞。然后至于那些被转下来的隔音墙跟挡风墙，他们说这只是较后期的附属项目，不影响桥梁主体的承载结构。所以为了先达成通车目标，他们容许厂商在通车之后再慢慢把螺丝补强锁紧。其实作为工程单位的官方发言，从结构静力学的角度来看，他这句话没有说谎。哈，没有说谎。因为挡风墙的螺帽确实不承载整座桥的重量，所以这座桥不会因为这颗螺丝没锁紧就垮掉。官方的逻辑就是主结构拿了满分，附属设施及格边缘，综合起来平均分数过了，还是可以放心通车。我完全无法接受这个逻辑耶。桥是不会垮没错啦，但淡江大桥位在出海口的迎风面耶。风超级大。对啊，如果东北季风一吹，或是随便来个轻度台风，这面因为扩孔又没锁紧的巨大金属挡风墙，一旦松脱了，在时速100公里的狂风中飞出来，它就是一个几百公斤重的飞行断头台啊，杀伤力极大。对骑在上面的人来说，是被桥压死，还是被钢板砸死，有差别吗？官方说的结构安全根本就不等于用路人安全吧？你的愤怒非常合理，这完全点出了官方治理视野的狭隘，只看结构不看人。而且你刚才提到的风其实早在空车前就已经引发了另一个很严重的环境灾难。又是风。当地居民称这个灾难叫做魔音穿脑。这个我知道，我有看新闻，听说附近的住户崩溃到要吞安眠药才能睡觉。这真的不夸张。去年底的时候，工程团队在桥上安装了人行道的栏杆，结果发现只要遇上大约4级左右的东北季风，4级风在淡水很常见吧？对，非常常见。只要这个风向跟密集排列的钢板栏杆呈现22到35度的特定夹角时，就会引发极度剧烈的空气共振。共振？那是一种长达24小时、低频而且穿透力极强的鬼哭声号。那个风向就像在吹一个巨大的金属簧片一样，整座大桥直接变成了一个发放噪音的巨型乐器。这种金属结构会发出声音，其实这就是典型的盲目自信啊。等到居民抗议到真的受不了了，公路局才紧急把模型送去淡江大学补做风洞实验，事后补救就对了。然后最后又砸了1150万台币，在4月中旬紧急贴上1.2公里的消音胶条当做应急，并且承诺8月底前会安装永久的铝板夹片来解决这个问题。哇，真的是漏水、劳检违规、没锁紧的螺帽、魔音穿脑，这些线索全部串起来，我们真的不禁要问一个问题耶：为什么要这么急？对啊，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急着通车？为什么不能等螺丝全部都锁好了，风洞测试确认都没问题了，再安安稳稳的剪彩？其实，如果我们跳脱纯粹的工程视角来看这背后浮现的是一个很危险的
政治时程优先现象。怎么说？资料中有显示外界跟在野党有许多强烈的质疑，认为5月12日定为通车死线，是为了配合新任交通部长上任，甚至有人酸说是为了配合部长本人的生日。真的假的？连生日都扯进来了。我们在这边不讨论政治动机的真假了，但从客观的结果来看，工程单位显然承担了巨大而且不合理的如期减载压力。为了赶时间，就只能牺牲品质了。没错。在这种死线的压迫下，妥协的永远是那些看不见的细节，比如说附属设施有没有确实锁紧了，还有对周边环境的科学验证等等。也就是说，为了让高官能在特定的日子剪下一条漂漂亮亮的红丝带，让工程师去背锅，然后让用路人拿命去测试，这真的让人非常无奈耶。这是很典型的台湾公共工程怪象。不过桥上面的各种灾难，我们算是看清楚了。我们现在把视角拉低一点，来看看这座中央主导的世纪大桥，到底给桥底下的地方基层留下了什么样的烂摊子？讲到桥下的景象，那真的可以说是中央跟地方治理失灵的照妖镜了。受影响最深的应该是八里那边吧？首当其冲的就是八里区。新北市的基层议员就揭露在长达数年的施工期间，载满钢材还有几十吨土方的那种重型工程车，每天在八里的汽油道路跟自行车道上来回镇压。哇，那路一定坏得很快，直接把路面压得像月球表面一样，全都是坑坑洼洼的。可是这应该是可以预期的吧？毕竟是这么巨大的国家级工程，重车一定进进出出啊。中央应该有一笔预算来做灾后复原，把路铺好吧？令人错愕的就是这个，通车之后，中央主管机关竟然双手一摊，拒绝拨款修复。哈，为什么？理由是什么？他们的理由是难以举证这些坑洞全部都是工程车压坏的。这是什么神逻辑？你想象一下你是一个住在巴黎的居民，为了一项号称国家骄傲的建设，你默默忍受了5年的沙尘暴、噪音，每天出门还要提心吊胆躲避重型砂石车，生活品质大受影响。对啊，结果桥终于盖好了，官员在上面开心放烟火庆祝，但你家门口的路却是烂的，晚上路灯是坏的，长辈去河堤散步，连个可以坐下来休息的椅子都没有，这口气谁吞得下去啊？其实你刚刚提到椅子，这又牵扯到另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官僚思维了。又是官僚思维，怎么了？地方的区公所其实本来愿意自己把这口气吞下去，他们想说好，那后续的维护责任我们来扛，希望能至少在桥头设置个流动厕所，还有让长辈歇脚的座椅。这很基本吧？观光景点不都有吗？那你猜中央怎么回应？我猜不到，难道又要走什么冗长的环评流程吗？不是，中央机关直接回绝了，直接拒绝？为什么？他们给的理由是怕设了厕所会变得脏乱，还有怕设了椅子，民众会踩上去跳河。什么东西啊？因为怕脏就不设厕所，因为怕人跳河所以不给椅子坐，这根本是防民如防贼吧？是不是很荒谬？超傻眼的。那如果怕出车祸，是不是一开始就不要盖桥比较快啊？什么神逻辑？没错。除此之外，基层公务员现在最头痛的还是一个产权黑洞。产权黑洞，这座桥还牵涉到土地纠纷哦。当初中央在规划巴黎端自行车的工程变道时，为了图方便赶进度，竟然没有依法去征收私有土地，就直接占用辟建了。没征收就直接用别人的地，这可以吗？当然不行啊！结果现在大桥通车了，地方公所想要去把道路铺平、加装照明灯，却面临私有地主的强烈反弹跟阻挡。废话，我的地被你白白拿去用，当然生气啊！所以说，中央挖了一个大坑，直接走捷径，然后通车典礼办完就拍拍屁股走人了，把愤怒的地主跟破烂的道路全部留给地方的区长跟里长去擦屁股。这就是典型的中央收割政绩，地方背负黑锅嘛。中央只在乎那个跨距450公尺的世界第一光环，却把后续的维护产权纠纷，甚至是居民想上厕所的生理需求，统统视为麻烦。这还只是小型的民生设施哦，更惨的是耗资100亿的轨道建设，现在也在桥上跟着空转。
对对对，我记得当初淡江大桥宣传的一个大亮点，就是它有预留轻轨的空间嘛，未来可以无缝接轨大众运输。是的，新北市政府为了这个砸了19.79亿元台币，在桥面上预留了8里轻轨的空间。这原本是一个铁公路共用、推动绿色通勤的绝佳远景。听起来很理想啊。但荒谬的是，这个轻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送到中央审议之后，在过去的5年之内，被中央来回退件了高达13次。退件13次，这是在刻意刁难，还是真的计划有那么大的问题啊？两边当然是各有说辞啦，但在充满政治角力的氛围下，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桥通了，这条耗资近20亿台币，就位在桥面正中央的黄金轨道空间，因为根本没有轻轨可以跑。那现在拿来干嘛？只能极度低效的暂时当作公车专用道来使用。20亿的公车专用道，这也太大手笔了吧？而且资料里还提到一个很具针对性的细节哦，在盛大的通车典礼上，中央不仅没有邀请新北市长出席，甚至还传出要求两地的地方区长不要来参加。哇，这实在是太难看了，把一项本来应该是全民共享的公共建设，变成了政治博弈的筹码。从桥底下的烂路到桥上面的空转轨道，受害的永远是每天要生活在那里的基层老百姓。确实是这样，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仔细去拆解完这份资料之后，心情会感到如此沉重。那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探讨的内容。淡江大桥，如果我们纯粹看工程技术跟材料科学，它绝对是台湾的骄傲。没错，硬体上无可挑剔。它克服了极端的力学挑战，打造了无与伦比的美学地标。但是，当我们把视角从冷冰冰的物体转移到活生生的人身上的时候，却看到了整个治理系统的全面陈腐。落差感太强了。官僚时守着法规数据，却忽视了骑士在1.5公尺壕沟里真实感受到的恐惧。决策者急着迎合建制剪彩的死线，宁可把没锁紧的螺帽，还有魔音穿脑的噪音留给民众去承担。而且中央跟地方的政治割裂，更是让这座桥原本的公共利益大打折扣。其实从这座桥的争议当中，我们还可以萃取出一个更深层也更令人担忧的未来趋势哦。什么趋势？在这个我们越来越依赖 AI、大数据还有演算法来进行自动化审查的时代，你想象一下，如果未来的公共建设完全交由电脑去检验参数到底合不合法，就像那个机车道一样。对，只要电脑跑出来宽度大于2.5公尺，就是绿灯放行。只要承重结构算出来不会垮，那就是安全。但完全忽略了人的感受。没错，如果我们把人类真实的恐惧、驾驶在强烈气流中的直觉反应，还有对环境细微的感受，彻底从决策中排除在外，那我们是不是会打着科技与法规的名号，建造出越来越多像这样？像怎样？在法律定义上完美无瑕，但在人类现实生活中却是致命无比的城市迷宫。哇！这个反思真的非常震撼。工程的参数是死的，但每天要在上面承受狂风、压迫感还有速度的人是活生生的。当你身处在那个封闭的壕沟里，听着风的咆哮，看着旁边松动的螺丝，那些盖有检验合格印章的公文，真的不能保证你的安全。现实往往比数据复杂得多。今天我们把这个深刻的问题留给你去思考。你对淡江大桥的设计有什么看法？如果你有骑过或开过这座桥，你最真实的体验是什么？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希望这次的深度解析能带给你全新的视野。我们下一次的讨论将带你挖掘另一个更离奇的现象，等你来听。我们下次见。下次见。